AI 时代的到来，让每个人都感受到技术的力量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要玩转这些先进的 AI 模型，尤其像 DeepSeek 这样的本地部署项目，往往需要昂贵的显卡支持，这让很多人望而却步。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，AMD 显卡也能完美驾驭 DeepSeek 的本地部署。无论是终端设备还是高性能要求 ，AMD 显卡都能为你提供强大的算力支持。这意味着你不需要花大价钱买高端的显卡，也能让 AI 模型在你的电脑上顺利运行。想象一下，你在家里训练自己的 AI 模型，处理复杂的深度学习任务，甚至进行实时的推理。这一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，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。无论科研、开发还是个人创作，你都能轻松实现 AMD 显卡加 DeepSeek 本地部署。想要实现 AMD 显卡 DeepSeek 本地部署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在 AMD 官方的官网上下载 25.1.1 这个版本驱动。这个之前呢我已经下载了啊，所以呢大家自主下载一下啊。不会下载的，到时候我把这个包呢放到我的夸克网盘里面。第二步，我们进入这个 Lam Studio 啊。针对我们 AMD 的这么一个本地部署启动器啊，我们把它下载下来。启动器下载好，我们对它进行安装啊。安装之后，我们就能进到这个界面。首次进入之后，我们上面是没有这个模型的啊。如果我们想选择模型，我们就点右边这个，左边这个 Discover 啊，我们在上面说DeepSeek R1啊。这里面就会出现非常多的这个 R1 的这个模型啊，这些模型呢其实都是蒸馏模型。那么我们在里面找，这个里面给大家建议一下，如果你的显存呢是低于 8G 的，那么我们就选这个 14B 的；如果呢是大于 8G 的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32B 的啊。32B 和 14B 它只是在于这个训练量多少啊，当然这个数字越大呢，它的说明它的训练的这个基数也大啊，这个模型会更好。那么我们这边就选择这个 32B 的啊，然后我们在右边这个 download 里面啊，我们直接点下载啊，它就把这10几个 G 的这么一个本地部署文件啊，就自动下载好了啊。这个当然呢会根据各自的网速啊，在1到7个小时不等啊。然后我们返回主界面啊，这边我们在右下角有一个这个设置啊，我们点一下，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语言啊，像我平时用惯这个英文了啊，所以我就用英文比较习惯啊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可以考虑选择那个简体中文。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Use the Lam Studio Hugging Face 啊这个选项，我建议大家把这个勾上啊，这个就是选了之后，它这个 Hugging Face 它里面用的是Transformer 的这么一个库啊，那可能将来会兼并其他的一些模型啊，反正总之呢肯定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啊，所以我建议大家把它选择一下。然后关闭，我们就来到这个主界面啊，我们点上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模型。我们现在就用这个 32B 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界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第一个呢就说的是，其实我们这个联系上下文的能力啊，这个我们一般就默认的选这个4096就行了啊。你不是写小说的啊，就没有必要选特别长啊，它特别长的也会占用这个电脑资源啊。第二个，它指的是这个 GPU 的这个调度啊，它里面有这个我们相当于可以调动64个这么一个资源吧啊，这么理解。然后呢，我把它拉到50，为什么拉到50呢？就是我们在这个资源管理器里面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显卡呢，如果我超过50，那有可能我这个显存就爆了啊，因为这边我没有确定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我的显存 G61.8 啊，其实呢，我如果点了确定之后，我的显存差不多能达到11.2到11.8左右这个区间啊，所以我这边建议呢，大家如果是12GB 的，这边你就选50啊，这个可以根据你后续呢使用去调整，但是不建议大家呢超过这个数值啊，留出一定的冗余。第三个呢是指的是我们调动的这个CPU 的核心数啊，像我用的是这个 12400F， 那么它只有6核，但是呢我为什么只选了4核呢？是因为我这个如果拉得高的话，会影响我内存的这个占比啊，就是我内存有可能会爆掉，因为我这边用的是双 8G 的条子，就是 16GB 的。如果你有 32GB， 你可以考虑把它拉到6核型啊。那么这边我就现在这个情况，那么我只能拉到4啊。然后其余的这些我建议大家选默认。还有呢，这个下面这个我建议大家打个勾啊。
然后这就是记住，下次我们要使用这个模型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这回就正进入。好，我们先跟他打个招呼，你好啊。看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啊，马上就给我们有了回应啊。这个呢，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运存啊，你像内存我们使用了13GB， 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下面这个 GPU 占用，你看11.2啊，这个次就可以了，我们不要再高了，再高容易爆显存啊，爆显存了它可能就跟我们无法对话了啊。那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先问他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啊，我们问他一个43是否是素数。然后呢，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点开这个 thinking 啊，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思考的方式也会出来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思考的方式呢，非常非常像一个人啊，所以这个 DeepSeek 给人的感觉是，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机器啊，它也感觉是我隔在屏幕后面的这么一个人啊，仿佛是我一个网友，他一直在给我回答，对他是怎么想的，他就会在这个里面展示出来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他这个思维逻辑呢还是非常的缜密的啊。最后呢，他想清楚了之后，他会在下面正式的回答我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这边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当时我们为了做这个本地部署的这个测试啊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右下角啊，我将这个网络其实是断掉的啊，这回也是断的这个状态啊。好，这边呢，我们再问他第二个问题啊，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逻辑推理题啊，让他给我们做一下啊。好，后面呢我就给大家加速过了啊，大家看一下就行了。它 DeepSeek 呢还是非常的强的啊，尤其是它做这种推理啊，它会把这个写的非常的清楚啊，他是怎么想的。其实我觉得他已经能超过90%的人了，真的不夸张的说啊。在这么短时间的之内能把这个推理出来，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强了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道，这个是一个逻辑悖论啊。其实它不光是简单的推理啊，它中间存在着可能这个错误的信息啊，需要这个 DeepSeek 呢去判断啊，哪个信息是有用，哪个信息是无效的。那么我们在这个道题里面就能看出啊 ，DeepSeek 这个思维缜密啊，相当的有逻辑。那么我觉得它已经能够战胜95%的人了啊，我真的不夸张的说啊，虽然它这个思考的过程非常的长啊。有兴趣的大家可以暂停去看一看啊，真的非常的牛逼。如果你也是 A 卡的话啊，可以考虑自己部署一个玩一玩。现在呢，我觉得我的生活呢，反正已经离不开 DeepSeek 了啊，真的，我每天有很多问题去问他啊，那他也能帮我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。思考结束了之后，他也开始给我们逐步开始给答案了啊，他给的这个是对的啊，因为这个当中呢就会存在这个钱呢到底是属于哪一方的啊，因为中间会有误导，他在这方面做的也非常不错。最后啊，就想给大家说 A 卡的用户啊，你们真的有福了，因为啊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显卡非常的贵啊，大家也知道，像5090啊这种显卡，它是32GB 的显存嘛，然后这个居然已经被炒到了盖卡35000啊，你要像那种旗舰卡都到8万了啊，非常的夸张啊，根本就不是民用的。现在这些黄牛把它炒得非常高，我们其实想用显卡呢是用不到的。但是呢 AMD 给我们给了一个比较廉价的选择啊，像我这个是12GB 的，然后听说最新要出的这个9070啊，可能又要出到32GB。如果真的有32GB，然后价格呢比较合适的话啊，那我会考虑入一张啊，到时候给大家再试一下那个70GB 的那个模型啊。不过我最近也正在下了啊，我看看我这个12GB 的能不能带动啊。好，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。